海彤姐，你什么时候买了车的？已经买了一段时间的，一直没有开上路。今天我姐去找工作，拜托我带一下杨洋。骑电瓶车带着杨洋不太安全，我便开着这辆车过来。念生，你不用上班吗？要呀，我给我姐送点厨师新做的点心过来，让你们尝尝鲜。等会儿我就回公司了。海彤姐，明天吃饭的事。放心吧，说过要请你吃饭，就一定请的。明天中午不见不散。海玲姐总算迈出了第一步，我跟念生说了说，念生他现在还是在历练阶段，无法安排人进财务部。我也问过我的姑丈了，姑丈说公司的财务部不缺人。没事，相信我姐能找到工作的。海玲姐以前就是在财务部上班的，她有经验，找工作不难的。念生，你赶紧去上班吧，天天迟到，小心姑丈扣你工资。是呀，念生，你快去上班，别老是迟到早退的，你们公司上下所有人都看着你呢。彤彤，你姐是不是又和你姐夫吵架了？周红林还住在他父母家里没有回来，还叫我姐把他余下的生活费退回给他，说他现在不在家里吃饭，用不到生活费。这样的男人还留着做什么？总要等我姐稳定后才能想以后的事。你参加段太太的宴会怎么样？跟段少爷来电吗？我现在头还有点痛。你该不会是故意在宴会上喝醉发酒疯吧？发疯倒是没有发疯，就是喝了不少酒后装醉，然后往地上一躺装睡。我姑姑就火急火燎地把我拖走了。我想以后我姑再也不会带我去参加各种宴会的了。你倒也豁得出去，想耳根清净就不能要脸皮。我想我妈和我姑能消停一段时间的了。你姑姑估计是恨不得和你划清界限，装着不认识你。洋洋的定力很好，真乖。那是在这里还不够熟悉，等她熟悉了，屋顶都能被她拆了。哎，难得商小姐喜欢我的这些小玩意儿，我就把招财猫送给了商小姐，想着再补做一个给站印。结果她知道了跟我生气呢，我又是道歉，又是认错，又是哄的，更多送了一样给她，才算把她哄住。我争取今天就把要给她的礼物准备好，免得晚上回到家里又绷着一张棺材脸给我看。你那只招财猫既然说好了送给她的，那就是她的东西了。你未经她同意先送给了商小姐，她会生气也很正常。就在这时，海彤手机响了起来。彤彤，忙吗？奶奶有什么事尽管说，我再忙也会帮你解决的。也没什么事，明天不是周末吗？你们店里周末也是没什么生意的，休假不？奶奶想去你们家里过周末，你跟阿印提一提，同不同意？奶奶，你想过来，随时都可以过来，不用经过我们同意的，那是你亲孙子的家，也等于是你老人家的家。总要问过阿印的，万一阿印怪我去当电灯泡，破坏了你们过两人世界呢？奶奶，不会的，我今晚跟他说一声便行。你明天是让一晨送你过来，还是我们过去接你？我下午再过去。行，奶奶想吃什么菜，我晚上烧给奶奶吃。你做的饭菜都好吃，奶奶都爱吃。彤彤，你先忙，奶奶约了老友，快到时间见面了，不和你聊了。记得问过阿印，免得他怪你。这才多少天呀，交的钱又快花光了。你们商量一下，每人出多少钱，凑上一笔钱，明天去把钱交了，免得医院催。爸，你和我妈的钱都掏完了。怎么叫你们掏钱不乐意了？我和你妈有多少钱经得起这样烧？从你妈生病到现在，你们有谁给过多少钱？我和你妈把你们养到这么大，帮你们成家立业的，现在你妈病了，你们交点医药费不是应该的事？爸，我们没有说不给，也不知道妈这一次一共要花多少钱，这几天花钱真如流水。谁叫你们没本事，拿捏不到那两个贱丫头？要是能拿捏到他们，也用不着你们出这些钱。要怨的话，就怨那两个贱丫头。你们要是不想掏这个钱，甭管你们用什么法子，能让海彤掏这笔钱就行。对了，志文还是不能回公司上班吗？还没呢，志文请上司吃过饭，打探到是商事集团的老总妹妹要求把志文停职，赶出公司的。好在志文还有点能力，现在只是停了职，还没有把他解雇，还有点回旋的余地。那什么老总的妹妹干嘛针对着志文？该不会是那死丫头找的靠山吧？那倒不是，人家可是千金小姐，商家在宛城嘛是第2大豪门，家产都近1000亿，直追第1豪门战家呢，怎么可能是海彤的靠山？听说是热搜分走了商小姐热搜的热度，商小姐一怒之下才找志文的麻烦的。都是那件丫头，害得我们损失惨重。不是说找了什么节目组的调解员出面帮忙调解吗？就算是演戏，也要演着，不能再让这件事影响了小辈们的工作。我问问志文，大，
我正想打电话告诉你们，不用做好准备了。调解不成，本说的好好的，结果今天就不去了，也不说原因，可把我气死了。换一个节目组不行吗？我朋友说没有一个调解员愿意接咱们这个事，给钱人家都不干。我朋友说可能是海童那死丫头找了什么靠山，那靠山很厉害，导致那些调解员都不敢接这个事。志文说什么了？调解员不肯帮忙了？没有调解员出面，我们只能厚着脸皮多去几次了。上次尤志明带着弟弟们去，年轻人可能冲动了点儿，老八还说要砸了海童的店，那不是去和解，是去点火的。得跟大家商量一下，我们这些当长辈的亲自出面去找海童道歉，看看能不能说服他删了，再发新的文章说与我们和解了，这样我们才能从这个漩涡里解救出来。也只能这样了。小军，我去接我家那位过来吃饭，你看着店。我姐回来后跟她说杨洋喝过粥了，有好吃的会想到战先生了。你们夫妻俩感情是越来越好了吗？谁叫我现在是他养着呢，生活费是他一个人出的，做了一桌子好菜，总要叫他过来尝尝的。我打车过去，等会坐他的车回来。快去吧，店里有我呢。战先生，我在你们公司门口，你还没有下班吧？我来接你去我店里吃饭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战先生，我已经下班，不过客户还没有离开，我还在和客户谈着生意上的事情，估计要等一会儿才能出去。要不你先回去，我等会儿再去你店里吃饭。需要多久？我没有开车过来，坐的计程车。没事，我在你们公司门口等一等，你忙完了，咱们再一起回去。公司斜对面有一家奶茶点心店，你在那里等我，我一会儿就去那里接你。战总不一起？我有点急事，不能陪军总吃饭了，改天有空我一定请军总吃饭。你要喝奶茶吗？我给你买了一杯的，我先喝，喝完了换我开车，你就可以喝了。谢谢，我不喝。那我带回去给小军喝。今天怎么会想到来接我下班？来之前也不打个电话给我，万一我不在公司里，你岂不是白跑一趟？你们到了吃饭的时间，也要谈生意的吗？很多时候谈成生意都是在饭局上。下次我提前给你打电话吧，我就是想着给你一个惊喜，现在看来惊喜倒没有给到，给你的可能是惊吓了。我姐去找工作，中午会去我的店里吃饭，我就多做了点菜。你往常对我既照顾也很大方，总要回报你一二嘛，便过来接你下班，一起吃饭了。海童，我们是签了协议，不过你也不用时刻急着期限一到就离婚的，我们可以像普通夫妻那样相处着，你不用凡事都讲究回报我。就算是夫妻也要相互付出的呀，你要是不喜欢我来接你下班，不喜欢和我一起吃饭，我以后不来便是。战印沉默了，他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海童便当他是默认了。对了，还有件事要跟你说，奶奶说想来咱们家住上2天过周末假，她让我一定要跟你说说，怕你会不同意，你是奶奶的亲孙子，怎会不同意呀？我们周末也各自有事情要忙的，没什么时间陪伴奶奶老人家，她来我们小家还不如留在老家呢，好歹她老人家的儿子儿媳都是退休了的了，可以陪她老人家。你是不想让奶奶过来住2天吗？又不是住很长时间，就住2天而已。奶奶说她就算过来都是下午才会到，就算奶奶在咱们家住下来也没事。奶奶以前就喜欢去我店里待着，她要是住在咱们家，可以跟着我去店里。战先生，那是你的奶奶呢，亲奶奶。我不是说不让奶奶过来。行了，这件事我会打电话跟奶奶说的。战先生，你和奶奶的关系是不是不太好？咱们那个小家，你不觉得太安静了吗？多一个人能热闹些。我就是喜欢安静才一直住在外面的。好吧，你跟奶奶说吧，你决定。我还是觉得咱们家太安静了，奶奶就算过来也是住上1-2天。战先生，我能不能养宠物？他们又不会说话，况且会拆家，会掉毛，会到处大小便，我讨厌。当然，你要是把他们时刻关在你住的房间里，不让他们在我面前晃，你要养一屋子的猫猫狗狗，我都没有意见。你和战印去哪里了？怎么才回来？我叫他过来吃饭，去他公司等的他。姐，怎么样？找到工作了吗？还没有找到，简历投了一堆，都还没有回音。要不就是直接回绝。知道我有个孩子才2岁大，竟然说我孩子这么小，事情多，我容易分心，不能专心工作，把我气得够呛的。谁说有了孩子的妈妈就不会专心工作？我跟他们说，孩子有人照顾，我上班时间绝对能专心工作。人家就像没长耳朵似的，听不进去。什么时候开始，当妈妈的女人找工作还受到歧视了？姐，没事，不着急，慢慢找，总会找到合适的工作的。先吃饭，休息休息，下午再去找找看，或者网上投简历等通知面试再出门。我网上也投了简历的，来电话通知面试的并不多。杨洋乖吗？挺乖的，有小军陪他玩，玩得很开心。我去接战印的时候，
他吃饱喝足就睡了，现在应该还在睡。平时我带着他，调皮得很，我不在身边，他倒是听话得很。战先生，你工作那么忙，多吃点。海童，你叫战印战先生叫得太陌生了。没事，我对他的称呼时时变的，反正叫的都是他，他也习惯了。姐，我和海童都这样，想怎么称呼对方就怎么称呼，有时候我也会叫她海小姐的。行，这是你们夫妻俩的闺房乐趣，你们习惯就好。中午的时候，嫂夫人来了吧？苏南，你是不是很闲，一天天的就知道八卦？给你做事太闷了，难得有点消遣，就忍不住八卦一下。你这盆发财树比一晨办公桌上的那盆要大一点呢。嫂夫人那双手真是巧呀，这些玩意儿编得像真的一样。一晨能和我比吗？等会儿也让秘书给我下单，买一盆更大盆的回来，摆在我的办公桌上，看看我能不能发大财。最好把他店里的工艺品都买了个遍。我给你打工，你给我发工资，又叫我去你老婆的店里消费，然后你发给我的工资进了你老婆的钱包。战运，你还能更奸诈一点吗？下次挖个大坑坑死你，让你知道我能有多奸诈。行，我不调侃你了。军武少走了？走了，合同一签，吃完饭他便回 A 市去了。军武少那些保镖真是寸步不离。军武少拳脚功夫不怎么样，他们军家在 A 市和我战家一样，都是第一豪门。为求安全，武少便只能多带点保镖了。你又不是现在才知道，何必大惊小怪？你要是羡慕武少的排场，你也可以每天带上10个8个的保镖。战总，你要的咖啡。秘书把刚煮好的咖啡端过来，然后就出去了。中午跑去和老婆卿卿我我了，下午就没有精神上班了吧？多喝2杯咖啡哈。怎么了？脸色那么难看，该不会是夫妻吵架了吧？我看嫂夫人脾气挺好的呀。我似乎有点伤了她的心。怎么伤的？说来听听。你别管我怎么伤的，你只要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做。最直接的方法也最有效，你把他扑倒，狠狠地爱他一回，保证他什么气都消了。领了结婚证就是夫妻，夫妻总要那啥的，你们夫妻俩总不会是什么都不做吧？不过这也是你的正常处理方式，毕竟是被你奶奶逼着娶了他的，说不定你们很快就会离婚呢。你盼着我离婚？我盼着你离婚干嘛？对我又没有好处。以你的脾性，你是不打算和海童做一辈子夫妻的，不过是应付你奶奶罢了，否则你不会隐婚。隐婚对你的妻子来说是不公平的，是让她受委屈的。你不在乎她受不受委屈，就说明你不打算与她过一辈子。这样的话，你与她隐婚，反而就成了对她的保护。等你们分开后，她再嫁，不受影响。不知为何，听苏南分析的头头是道，提及海童再嫁，他心里的不是滋味更加强烈了。东明约咱们明天去老地方吃饭，那家伙每次请咱们吃饭都是去石的师傅那里。我承认那里的饭菜很不错，要不是旁边便是詹奶奶的游艺咖啡厅，可以去那里坐坐，放松神经，我都懒得去了。那是咱们以前常去的地方。东明是个怀旧重情的人。你去吗？有人请吃饭，我当然要去。那我也去吧，难得周末，总要放松的。吃过饭后，再去你奶奶的咖啡厅坐坐，晚上去海边烧烤如何？不去，你自己去吧。晚上我还要回家陪老婆。阿印，海童跟你说了吧？说了，奶奶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太好，我再提醒奶奶一次。我已经满足了你的愿望，娶了海童，其他事情奶奶别插手。这死孩子脾气又臭又硬，我不插手，什么时候才能抱上曾孙？